这是个包了浆的硬盘，差点被我爸扔了。还好在进垃圾桶之前，他问了我一句：“这什么还能用吗？”那天我没有任何期待的把它插在电脑上，结果走进了我妈的记忆里。我妈真的是个很爱记录的人。就10几20年前，我们的手机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，可以随时随地拍照录像。但他就是每次跟家人、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，都会张罗大家去拍照。那些需要洗出来的胶卷，他冲洗出来之后，都会一张一张的贴在相册里。后来有了数码卡片机，他就把照片分类好，存在电脑里，或者是放在软盘里。那以前的旧电脑就坏的坏，扔的扔。3.5英寸软盘早就已经变成时代的泪，不过还好它有这样一个质量过硬的备份，可以让我跟家人在这么多年之后还能打开它，进入它的记忆库，透过它的这些回忆来想念它。所以记录真的还挺重要的。这是我奶奶养大了9个子女，这是一个儿孙众多的大家庭。我又大多在外地读书工作，所以我跟奶奶没有特别的亲近。我的家在东北，总回家在哪里呀？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听到她唱歌，而且唱的是普通话。因为我们的方言跟普通话完全不一样，约等于是另外一门语言，所以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不会说普通话。才能互相在一堂。奶奶。老太太在96岁生日那天非常安详地离开之后，我经常会翻这条视频，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。如果我爸在的话，我也会递给他看一看，他每次都是笑着看完，然后顺便说几件奶奶以前的故事。新年快乐，奶奶，爸爸。我身边有很多不爱拍照、不爱记录的人，我好朋友小金就是，3年前我看过他的相册，当时他手机里只有300张照片，然后我的相册里面有3万多个项目。然后他说：“你是怎么办到的？”我说：“你是怎么办到的？”你拍的时候，其实你在分散你的注意力。我在经历的时候，我可能更愿意去专注的用眼睛看，用身体去感受。我觉得我举起相机，我把注意力分散到拍摄记录的时候，我就没有那么享受当下的一些东西。我觉得他说的完全没有毛病，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吧，让他在想法上有很大的改变。今年清明之前，和小静非常亲近的外婆走了，最后在医院里陪伴的那些时光，他非常想要留住些什么，所以拍了很多的视频。但他也想要一些外婆健康时候的照片啊、视频啊，所以就回家在相册找，然后跟家长的聊天记录里面去翻，但是能找回来的就寥寥几个，所以让他非常的后悔跟懊恼。在那之后，他开始拍猫咪、拍夕阳，虽然在镜头面前很不自然，但是他也愿意跟家人朋友多拍拍合照。他说，记录的意义对他来说是，当他想要回到某一刻的时候，有一个媒介可以帮助他回到那一刻，而不是全凭自己的想象。所以我妈的硬盘、奶奶的歌，还有小金的经历，让我重新开始思考我们普通人记录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，以及怎样是好的记录和呈现的方式。首先，为什么要记录？报告，我有3个小发现。我发现人的记忆它是会自己加工的，像我平时做梦特别多，然后自己想的也会比较多，经常会有很多个人小剧场，所以我会不知道某一件事情它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我自己想象的。就是我知道没有所谓的绝对真实，我也没有在苛求说绝对的客观，因为感受的主观性跟回忆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进行2次加工，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。但是我需要一个凭证，就是来证明我离真实没有太远。
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之前在一个视频里面提到过，我因为自己的记忆错乱导致我错怪家人很久，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嘛。我发现人是活在短暂的当下的，但是当下太短了，未来呢又难以预见，所以总有些时候我们是要从过去的自己那里获得能量的。我之前有翻自己很早之前的日记，会发现以前就懂的道理会让当下那个钻牛角尖的自己幡然醒悟。我也常常会翻看以前的一些照片啊、视频啊，就是会被那个时候的一些美景啊、旅途啊所治愈。这个跟看别人的4K 高清绝美影像不一样，因为我曾经就站在那片美好里面，这个是我在场的一个证明。还有听以前自己的播客，会惊喜于自己当时的临场反应，会想说，哎，我原来还说过这样的话，就有一种带着自己当下的认知，然后跟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相遇的那种感觉，很奇妙。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是走一条条看不到前方的夜路，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停下来，本能的你就会回头看看身后，然后你看到身后一排排亮着的灯，你就会觉得这不挺好吗？然后你就会从中获得安慰，获得能量跟勇气，继续走下去。我还发现，虽然我们不是活在未来，但是我们会为未来而活。我们即将面临的这个未来，充斥着超高清的影像、AI 幻境，真假难辨。但在我的镜头里面，那些因为情绪而产生的抖动、磕磕绊绊的表达、脱口而出的方言，都在，包括现在楼上装修的声音，都在强调这是一个真实的我，在一个真实的环境里面笨拙地活着。就是这些不完美，其实才是我们最有力、最动人的防伪标记。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对抗虚无的方式。所以我此刻的这些不完美的记录，其实是一封封写给未来的情书。说说我现在的记录方式，和很多人一样，手机相册就是我的回忆库，但是它快炸了，就是太多太乱。我也有试过建不同的相册进行分类，但是呢，偶尔的散漫就会导致疏于管理，最终就是一团乱麻。那微信朋友圈呢，又有点太过于精心装扮了，就你知道，精修的图，一些做作的文案，再加上通常都是报喜不报忧的，所以也不太能成为我的记忆库。所以想来想去，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，还是阶段性的去进行整理整合，做成有主题、有着重点的一些视频，想发的发出来，想存的存起来，想分享的就分享给对应的人，这样最好。之前也做过不少视频发社交平台，但是我个人的能量比较低，然后又缺少一些被讨厌的勇气，而且就是生活大多时候都比较平淡的，没有一技之长的 I 人，所以心里想着说要持续更新，坚持更新，但到头来都是拖延着，完全没有办法开始。很多的视频我其实都是没有策划，然后就先拍着，但大多数时候拍的又不够多、不够细，也不够有趣。回头再看素材的时候呢，也很难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或者说有看头的故事和视频来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冰岛旅游的时候，素材焦虑，因为没有拍到想要的素材，非常的沮丧。但因为我没有做策划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以至于前面几天是拍也没有拍好，玩也没有玩好，所以就特别的不高兴。我好朋友就批评我说，你要么提前做好策划，按计划去拍，要么你就尽情的玩。现在你什么都没准备，就不要被拍摄这件事情所绑架了。等到你真的觉得好看到情不自禁的想举起相机的时候，你再去拍。所以后来冰岛的整个行程就是没有完整的叙事，但是有很多情不自禁的美好片段。然后我又开始想，对我自己来说，什么样是好的记录方式？流水账肯定不行。别说是家人朋友或者是观众，我觉得未来的我自己都没有耐心看。
比起过去某一天我的早中晚干了些什么，我可能会对某一个时间段里的浓缩的精华会更感兴趣一些。摆拍是一个我不是很喜欢，但是在创作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的事情。如何保持真实记录，然后在镜头对准的地方有没有所谓的真实，这件事情我最近也想了还挺多的，未来有机会的话可以聊一聊。但是有一个事情是肯定可以确定的，就是我不想过度的去美化一件事情，或者是美化一个景。这件事情在我之前旅游的时候就有感觉到，社交媒体上的很多视频在提高我的期待，又杀死我的想象。我会看视频、看图片去做攻略，那些 4K、8K 超清绝美影像，细节是又多又清晰，真的很好看，但也会让我丧失掉70%、80%的一些新鲜感。那我到了现场之后，如果觉得没有视频里面好看，就会导致失望。进行一些预期管理的话，最大的惊喜也就变成了哇，跟视频里面一样好看，就没有更多更额外的东西了。那这种体验对我来说就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如果我要记录的话，就希望能够尽量保持真实吧。除了真实记录，真诚不讨好的内容和表达也是我想要保持的初心。嗨，未来的自己，如果你在看这条视频，要记得你的初心哦。好像有点乱，我来捋一下。首先，记录对我来说肯定是有意义的，因为它可以帮我梳理过去，修正一些记忆当中的偏差，然后也可以反哺当下，我可以从过去提取能量嘛。再来就是可以向未来证明，你看这些都是我来过的痕迹。所以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会继续保持记录。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记得，我是在为未来的我自己创造一个记忆库、回忆库，就像我妈妈的那个硬盘一样。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太多繁杂的声音所影响，要真实记录，要真诚表达，是吗？这个视频就这样吧，下个视频见。